有没有，哪怕只有一点点，哪怕只有一刹那，喜欢过我？没有，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好 ，OK， 再见。好了，开机！3、2、1，开始！停！导演，我们好，保一个稍微稳定。好，保一个，保一个。把这边弄过来，这边有出来了。我觉得成了进冥界护手，它不是一个说男女一开始就互相喜欢的一种形态。谭台烬到苍九明最多的情感还是萦绕在李苏苏身上，就叶惜雾身上。在谭台烬至死时期，叶惜雾在他心目当中就是一个无恶不作、仗势欺人，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。因为他去人间篇之前，谭台烬是灭了他一整个师门嘛，对他来说，他就是一个仇人一样的存在。但是呢，他又知道他有多可怕，所以他刚去人间篇的时候，对他是又怕又恨的。自从某一天开始，他发现有一些微妙的变化。这里边还是有一丝的微妙。我觉得林苏苏对谭台烬的改观是从一些梦境中看到了谭台烬的过去。他在小时候其实挺痛苦，然后他也很惨。他们两人之间就会有一些非常微妙的一些气场的交流，他会觉得这个女人开始变得有一些琢磨不透。在相处的一段日子，其实谭台烬这个人应该很早就已经在叶惜雾的心里埋下了种子了，只是他自己都没有发觉，就是又爱他，又恨他，又想让他死，又舍不得他。在他自己都没有发觉的时候，他其实已经爱上他了。那个会红中里面出现那个张九，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来之笔，把这个戏的点题，这段戏就把所有人的周遭命运讲得很清楚。在般若浮生这一趴，我感觉整个的对于情感的刻画都非常的深入人心。在中间进
经历了波惹浮生那一个梦境。明夜，你说话呀！明夜，你在梦境中相爱相杀，你经历了一世。等那个梦境出来了以后，其实那个时候叶希武对谭台烬的感情就发生了改变。这就是两个主人公在波惹浮生这个副本之后，在情感上他们有了一个巨大的觉悟和启发。时空的转变交集里把两个人的情感重新再调整出来。叶希雾为了让他不成为魔神，抽走了他的血骨。他与黎苏苏再在仙门中重逢之后，他就变成了汤九明。命运又把他们推向了一个不可选择的悲壮的命运。谭台烬在最后的善魔时期，他还是相信爱情。他跟谭台烬之间的关系，好像是一种羁绊，就是我不能爱上这个人，但是我注定会爱上这个人，但是他们俩人注定不会有好结，注定不会有好结。他们走到最终的时候，既没有渐行渐远，也没有对彼此恨之入骨，反而恰恰是最爱彼此的时候。对于谭台烬来说，爱情就是他生命当中的那束光。是因为他认识不是其他人。他的一切都是以谭台烬开始的，包括是以谭台烬结束。叶希雾，这大晚上的，蚊虫还这么多，你跑这儿来做什么？你不是说要送我礼物吗？就陪我坐一会儿吧。你看，星星多好看。坐。怎么了？今日被谁欺负了？没有，就是一看到月亮圆了，有点想家。不是宫外那个家，是小时候的家。小时候？那附近也有一片湖，到了夏天，湖水又清又凉。我就躺在湖边看星星，草丛里还有萤火虫飞来飞去。